嗨，大家好。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立法院答询关于埃克法会不会停掉时说，埃克法当初引起很多争议，但早收清单这块基本上大家愿意看到并维持下去。虽然服贸没过，货贸没继续谈下去，但他希望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不希望对岸停掉埃克法。此言一出，立刻引起两岸一片哗然。那个逢中必反的民进党政府曾经在野时对埃克法大加挞伐，将其污之为大陆木马屠城的工具，而后到了10年之后，为何由黑转粉，又紧抱埃克法不放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让民进党又爱又恨的埃克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重要吗？说起埃克法，就要回到12年前国民党重回政权的那一刻开始讲起了。2008年，国民党参选人马英九借着前任陈水扁贪腐事件的东风，以风卷残云之势赢下总统大选，并在同年的立委选举中使泛蓝拿下3/4的席次。这3/4是个什么概念呢？简单来说，有了这3/4的选票，你的宪法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你想去统一就可以统一，想独立就可以修宪独立，想立什么法案都可以通过，想进联合国你就可以这个好像还不行。但无论怎样，当时的马英九和国民党可谓势不可挡，甚至有蓝营名嘴预言，此役之后，民进党恐怕15至20年都无法重新夺回执政权。现在回看，真的是无比讽刺啊！所以台湾名嘴的话，你还敢信吗？紧接着，拿到权力的小马哥迅速将沟通两岸的大门打开，陆客赴台旅游，两岸直航，两岸三通。当时双方政治关系的春暖花开，可以用如火如荼来形容。转过年来，2009年，国民党及台湾内部多个工商团体开始呼吁尽速与大陆签署 CECA。咦，说错了吧？不是 ECFA 吗？怎么变成 CECA 了？没有错，刚推出来的时候就是叫这个名字，即两岸综合经济合作协定。这个名字呢，首先用闽南话读起来跟洗脚谐音。但更重要的是，这个 CECA 跟之前内地与港澳签署的经贸协议 CEPA 也太像了吧？这岂不是要把台湾港澳化吗？这要是签了，对台湾人来说犹如百爪挠心啊！所以在民进党强烈反弹之下，我们的埃克法就此应运而生了。中文名字也由之前的两岸综合经济合作协定改为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但其实本质上还不都是一个东西吗？好，那么台湾为什么要急着签埃克法呢？原因就是到了2010年，条约内容涵盖东南亚10个国家及中国、日本和韩国的东盟10+3经济合作协议即将生效，而依此条约的内容，签署国家将渐进式的相互实施零关税经济策略，换句话说，将完成东亚及东南亚的经济大融合。而一旦融合完成，台湾销往大陆的如石化、机械类等相关货品，如继续课征5%至19%的关税的话，台湾产品将失去竞争力。台湾环顾了一下四周，我靠，周围国家全都进去了，就留下我跟朝鲜，难道让我和朝鲜玩1帮1的活动吗？台湾水果和朝鲜的导弹零关税，好不好啊？显然是不太妙嘛。所以，为了应对东盟10+3将边缘化台湾的风险，与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大陆签订埃克法成了当务之急。所以，两岸的经贸谈判随即展开。而当时的中国大陆对台湾可谓予取予求。阿扁执政的8年，不仅使两岸交流停滞，且渐行渐远。台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自己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而中国大陆则想利用经济上的让利和两岸的持续交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来化毒建统。所以埃克法的成功达成，在两岸执政党之间就没有了障碍。但民进党显然心急如焚。一方面，民进党2008年大选新败，对国民党余恨未消；另一方面，眼看着国共两党眉来眼去，第3次国共合作势在必行。好不容易把台湾人忽悠得搞不清楚自己祖宗是谁后，历史的潮流似乎又向统一的方向开始转弯。这不是要让民进党永远在野的节奏吗？是可忍孰不可忍啊！所以在新任党主席蔡英文的率领下，开始猛烈攻击
抹黑并阻挠 ECFA 的签订。此时，民进党的蔡英文时代也正式开启了。蔡英文在民进党里可以说是坐着火箭窜升，他在民进党惨败之后接下党魁，而这仅仅是他加入民进党的第4年而已。而且自他04年加入民进党后，可谓顺风顺水，不仅被选为当年的不分区立委，更在2006年接受时任行政院长苏贞昌的延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的高位。咦，等一下，这个行政院长跟现在禁止出口大陆口罩的光头院长是同一个人吗？还真的是同一人啊！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翻来覆去还是你啊？不过当年他提拔的那个下属小妹，现在已变成他的长官了。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好，回过头来接着说协议。ECFA 自2009年2月22日，台湾方面召开记者会，说明即将推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方案开始。经过1年多的协商、谈判和海基海协两会的努力，于2010年6月29日在重庆完成签署。当然了，在此期间，以蔡英文为首的民进党也配合其媒体进行铺天盖地的抹黑和阻挠。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就是由马英九和蔡英文举行的 ECFA 双英大辩论了。此场电视辩论会于2010年4月25日进行，这也是台湾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执政党领导人与在野党主席在非竞选时举行的政策辩论会。当时吸引了几乎所有台湾民众的瞩目，两个人也使出了浑身解数，互相拆招，你攻我防，不亦乐乎啊！我开放，你卖台；我国际观，你卖台；我提升台湾竞争力，你卖台；我对等谈判，你卖台；我绝不矮化台湾主权，你卖台；你卖台；你靠北，你卖台；你没懒觉，你卖台。结果经过2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双方在大战300回合之后，始终难分伯仲。辩论结束后，各路媒体也纷纷做出民调，众多名嘴也跳江出来予以评价。但无论怎样，最终 ECFA 协议还是于6月在重庆签署完毕了。在签署完毕的那一刻，马英九激动地挥舞着签好的协议说道：“两岸的和平繁荣已不是天边的玫瑰，手摸得到也感觉得到。”呵呵，这个摸得到也感觉得到的 ECFA， 想必到现在很多台湾人也搞不清楚它到底是个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让小马哥津津乐道的 ECFA 对台湾来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道大餐，而民进党又在里面加了什么调料呢？简单来说， ECFA 包括了一个架构、一个清单和2个协议。一个架构就是 ECFA 完全仿照了中国与东盟在 WTO 框架下签署的自由贸易区的架构，但又有所不同，因为台湾是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身份加入 WTO， 而大陆与东盟则是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加入，所以架构又不能完全套用。其次，根据 WTO 规定，协议签订后要逐步将双方贸易商品变为零关税，逐步2个字就表示要分阶段达成。其中先降关税的产品就列入早期收获清单，也就是所谓的早收清单了。都包括什么呢？当然包括了台湾出口大陆最多的石化、机械、纺织及汽车零配件等产品了。再后面就是2个协议，一个是货贸，另一个就是服贸。这个大家想必更为熟悉，那个轰轰烈烈的台湾太阳花运动就是因此而来的，这个我们稍后再讲。但此协议最为重要的，也是大家当前最为关心的，就是它的终止条款。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条款却是充当两岸关系刹车皮的民进党特别要求加进去的。既然你国共两党眉来眼去，爱得死去活来，那就给这份爱加一个期限吧。是什么呢？就是在签署的第10年到期后，任何一方只要以书面的方式通知对方，我不玩了，分手。无论对方是否答应，自通知之日起的第180天就可以无条件自行终止，之前降为0的关税，嘿嘿，又可以继续克了。好，在我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 ECFA 之后，想必大家有点晕，但实际上 ECFA 的条款要比我刚才说的复杂的多得多得多。如此复杂而又专业的东西，
你让普通的老百姓怎么去评价它是好还是坏呢？他们绝大部分人对于经济的了解只局限在今天买的菜1斤是1块还是8毛，他们听不懂这么复杂的协议，他们听得懂的只是卖台、矮化和丧失主权。马政府上台后，国民党高官马上抢着去和共产党握手合照，说是为了拼经济，却一直配合中共恫吓台湾人，还说没有 ECFA， 台湾就是锁国，就是没有竞争力，更说 ECFA 只谈经济，不会出卖台湾。事实上，真正锁国的是国民党，只想把台湾的前途锁在中国。你说 ECFA 能签吗？早这么说就好懂多了嘛。好吧，国民党深知民进党文宣的厉害，如果让老百姓决定这个对台湾如此重要协议的最终命运，貌似也太不靠谱了吧。所以小马哥借由立法院3/4的强势多数，于2010年8月17日表决正式通过了埃克法协议。注意，这里通过的只是刚才提到的一个清单2个协议中的那个早收清单，而剩下的2个协议则要通过后续的谈判来签署和实施。事情发展到现在，似乎一切都按照国共两党的既定进程前进着，是不是真像国民党说的那样，两岸关系好，台湾才会好，并不清楚。但两岸关系好，民进党肯定是不会好的。所以在蔡英文的率领下，民进党对国民党和埃克法展开了铺天盖地的反击。虽然在2012年大选，蔡英文小输马英九，但国民党在立院的3/4优势已经荡然无存。看起来，民进党的舆论反击战颇为奏效。在埃克法中的2个协议也已经进行了 N 轮谈判，其中两岸服贸协议进展较快，并于2013年6月20日在上海东郊宾馆正式签署完成。签完了就要回到立法院表决通过了，但这一次民进党还会退吗？答案是 no。 蔡英文发出了1级动员令，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抗中保台之责。委员长，您要是醒过来看到这些民国子孙，作何感想啊？简而言之，就是老娘跟你拼了。自此，暴力小英应运而生。此后，在台湾立法院内，蓝绿双方多次大打出手，头破血流，但始终难分伯仲。但就在国民党占着优势其次，想强渡关山之际，民进党的援军杀到了。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此前，民进党忽悠国民党党政军要退出校园，自己却在各大院校内组织起了各类绿色社团，这时总算派上了用场。2014年3月18日，大批学生从4面8方涌来，目的只有一个：占领立法院。国民党想强行过关，没门。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太阳花运动拉开了帷幕。这场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进行的可谓如火如荼，有人挂彩，有人受伤，当然也有男女学生一战成名。不知道这位大长花女神后来的卖酒生意做得怎么样了？最终结果，服贸协议被无限期搁置，而后续更重要的货贸则更加无从谈起。国民党此役可谓灰头土脸，一败涂地，更是在2年之后的大选中输给了蔡英文，并第一次交出了立法院的多数。好，虽然埃克法的2个协议至今未过，但单单早收清单一项，台湾到底获得了多少好处呢？据台湾财政部海关统计资料显示，从2011年到去年，台湾早收清单项目出口到大陆，免税金额达到了63.2亿美元，而大陆出口台湾的则免掉了5.6亿美元。换句话说，台湾省下的钱是大陆的10倍。但埃克法的效用显然不仅仅是省下这点税钱，而是它的联动效应。迄今为止，两岸贸易额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台湾1年赚取的贸易顺差也从2018年的800亿达到2019年的1000亿美元。这1000亿美元大家可能没什么感觉，但换算一下可就是3兆新台币。什么概念？台湾1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约为2兆新台币。简而言之，台湾用从中国大陆赚的钱可以填平1年的政府总预算，还有的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民进党
一方面每年在猛赚中国大陆的上千亿美元，并威胁大陆说你不可以在 ECFA 到期后给我发终止通知书哦。另一方面还在喷那些在内地赚钱的台湾人，你们舔共赚红钱，这人格是有多分裂啊！当然，反对我说法的想必也大有人在。台湾的经济部长就跳江出来说，埃克法对经济的影响有限，大约只有5%。很多台湾网友也不服气了，埃克法只是图利那些大财团和国民党买办而已，台湾普通人根本赚不到钱。各位网友，现在好像是民进党的蔡英文在执政啊，那为何非但不废止埃克法，竟然还要续签呢？难道这些大财团和买办是国民党和民进党合开的吗？其实两岸网友争论这些根本毫无意义。埃克法到底作用如何？我们又不是什么经济学家或者名嘴，哪里说得清楚？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埃克法到底有何影响？停掉试试看，不就知道了吗？最后再来扒一扒台湾的蓝绿两党。我之前的视频介绍中国的8个民主党派时，很多人说他们根本就不是中国的在野党。确实，他们的确不是中国的在野党，他们是参政党，与执政者形成互补。而西方式的在野党和执政党是互拆的集合，所以又叫反对党。那么中国有没有反对党呢？当然有，中国最大的在野党在台湾，它的名字叫民进党。共产党所做的一切他们都反对，做得不好的他们会大肆抨击，做得好的他们会认为数据造假，实实在在起到了身为一个在野党监督和拆台的作用。而现在的国民党呢，他们似乎只能将在野党的在野党永远做下去了。在大陆斗不过共产党，在台湾又斗不过民进党。时至今日，中国这个最老牌的政党有如枯木朽株，行将就木。他到现在为止还搞不清楚政党政治的真谛。在野党就是要反对，就是要拆台。难道你要永远做台湾执政党的参政党吗？政体可不同啊！既然你上了民主自由的贼船，就要继续滑下去了。埃克法虽然是你签的，难道民进党要续签，你就不能反对了吗？民进党执政，两岸经贸不降反增，那要你国民党还有何用呢？反对续签埃克法，你说不出口，难道就不能诉诸民意了吗？把为什么要续签埃克法以及埃克法的好处讲给那些只知道白菜多少钱一斤的老百姓知道，不是执政者应该做的事情吗？公投法放在鸟笼里已经快死了，是时候可以遛遛鸟了。我真的也很想看一下，如果2020年的蔡英文和10年前的蔡英文进行一场埃克法双鹰大辩论，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好，今天我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埃克法的前世今生。到了2020年6月29日，距离埃克法的正式签署刚好满10年，那么它的后续命运将会是如何？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